秋天不一定是贴秋膘的日子，也可以是吃大闸蟹的日子，但是那还不是贴秋膘，是一整个公蟹的那个钳子的肉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可以说是满足了我对大闸蟹的所有幻想，毕竟你全程都不用自己剥壳，全部给你剥好的蟹黄和蟹膏。这也是东京唯一一家米其林的大闸蟹店，它会牢牢的粘在你的舌头上面，奢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酱。今天我们找到这个店在东京的日本桥，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商业圈，也聚集了非常多的米其林餐厅在这儿。就其实你要在日本吃到非常纯正的中国螃蟹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，但是今天我们就可以吃到爽。こんばんは。我是做包蟹，我就坐右边吧。非常的害怕，但是也非常的饿。好了，我们废话说太多，直接开始吧。这是今天打头的小凉菜，红彤彤的糖腌番茄，就像小时候妈妈做的。然后正餐前还会有一小杯汤，这个汤应该是勾了芡的，喝起来很浓稠。越喝越饿。入秋之后的第一口蟹肉，给大家表演一个空口吃蟹肉，它是现拆的蟹肉做的塔，然后上面点缀了一点鱼子酱，一勺送进嘴里，满满的蟹肉，一下又打开了味蕾。接下来就是螃蟹界非常出名的一个菜，醉蟹，一生一熟，熟的就叫熟醉，生的就是生腌。打开生腌蟹壳的那一瞬间，它已经帮你把蟹黄、蟹肉之外的东西都挑走了，它这个味道我觉得非常的神奇。先是那个微甜，然后再是膏黄的鲜嫩绵润，吞下去之后嘴巴里都是酒香，再来一口挂水的那种。那个绍兴酒的味道特别浓，然后是一盘金灿灿的炸带鱼。我上一次吃到这个菜还是3年前在国内，特别的酥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不吃炸带鱼，明明这么香。然后下一个菜还比较复杂，师傅先是端了一堆配料，然后当场炒蟹黄、蟹肉，还有荤粉丝。他那个蟹膏放在锅里一炒，你就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的那个蟹黄味，而且身上非常痒，像是有螃蟹在爬。我现在就要吃到，吃进嘴里，我的第一反应它很像高配版的学校门口炒粉的感觉，但是你只要多咀嚼一下，你就能尝到里面颗粒感的蟹黄跟蟹膏。今天我们阵仗太大了，我们前后总会吃大概小20只蟹。下一个菜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到的东西，酸汤肉燕抄手，里面包着的是一个完整的大闸蟹前肉。它和普通抄手的区别就这里面的蟹前肉更弹更鲜甜，再加上它那个酸汤很稠，还带着一股药膳味，特中华的药材味，瞬间感觉特别养生。不到150。接下来这个菜又很厉害，谁能拒绝一碗揭开盖子还在咕噜咕噜的蟹黄麻婆豆腐呢？正想说吃川菜怎么可能没有饭，拿了一小碗非常迷你的，特别可爱。它听名字就非常的奢侈，闻起来是一种干锅香辣蟹的味道，入口最先是那种熟悉的郫县豆瓣味，有点冲但是很香。豆腐非常紧实，而它是用真的蟹黄炒，没有科技鱼很活，就是刨饭。然后接下来的2只大闸蟹是我们今天吃的30多只里面最肥的2只。感觉师傅在你旁边剥螃蟹还是会有点紧张。看着服务员把螃蟹拆开，又摆得整整齐齐，甚至还有点像艺术品。就问这一壳的蟹黄蟹膏，谁看得不迷糊？有大口蟹黄，它这个蟹黄真的是鲜的饭甜，这里面的油香你都不用细品。然后接下来这一盘就是今天的王牌，秃黄油捞饭，橙红的蟹黄和蟹膏看着就很有食欲。把它倒在饭上，我们先尝一口原味，原味吃起来就是很香很甜，蟹膏会粘稠的挂在你的嘴巴里，舌头去舔的时候还会有点难舍难分，但是多吃2口可能就会腻。这个时候加一点旁边的黑醋，就更能激发螃蟹的香气。我发现加了醋溜的更好。这个菜真的太爽了。然后下一个菜非常清爽，芦笋炒蟹腿，就是蔬菜，对，它是蔬菜啊。最后的压轴还挺有意思，是一笼巨大的蟹粉汤包。它这个皮很神奇，它其实很薄，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蟹肉，但同时它又可以提起来玩，还配了一个吸管可以喝里面的汤，像蟹奶的那个感觉，肉汁混着蟹香，而且它这个里面的肉馅也混合了蟹黄。我感觉这一个汤包就用了好几只螃蟹。收尾的甜品是这种梨汤，喝起来暖暖的很舒服。秋天的梨汤果然就很润肺，吃完螃蟹再喝一碗姜茶，暖暖胃。今天这一顿饭真的让我体验了一把螃蟹自由，而且你是在东京，这家店就感觉比国内的餐厅还好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。卡呀，鹅肝在10几年前的时候，好像只有大户人家才吃得起它，但是现在因为各种技术的成熟，我们好像也吃得起了，所以我不允许还有人没吃过它，就当给自己秋天的第一份礼物。更何况它跟和牛加在一块儿，这什么搭配？我怎么没想到？烦死了，吃死它！又到了吃鹅肝的日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阿基。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店位于东京的表参道，东京的4大特色街道之一，他家就是靠那个鹅肝和牛三明治出的名。终于给我约上了，哼。すみません。6時予約した了うです。被小姐姐拉凳还是头一回。废话说太多，但我就喜欢说废话。我们还是点他们家最贵的套餐，再美好的一顿饭也不能跳过小菜，但青菜还是算了吧。杏鲍菇可以接受，然后是经典时尚小蘑菇，里面加了满满的香菜。我真的喜欢香菜到想要用它洗澡。不出意外，这种高级烤肉店第一个菜永远都是生肉，但今天的造型还挺特别的。它像包饺子一样，把一个肉馅分成了2块，然后再把鱼子酱铺在上面。旁边那个炸面包特别像金银馒头，有没有？正确的吃法是把肉馅塞进去，说不定这个就是日本版的热狗，又有点像生肉版的油条加麻糍。但说实话，这一口下去，我的快乐又回来了，就吃起来挺过瘾的。但是我只能说，把刚才那个肉换成熟肉的话，可能会更好吃。然后上了一个像红糖糍粑一样的东西，吃起来奶味特别足，因为它里面是牛奶芝士和蟹肉，有点咸蛋黄，有点美乃滋的味道。然后最外面特别像炸过的空心豆腐，口感很像可乐饼，外面酥酥脆脆，里面又很软嫩，很腻但很香。薄切牛舌其实也很美妙，看着它在烤盘上
微微卷翘的那个过程，我就已经在咽口水了。吃进嘴里还是那股熟悉的经过烟熏火燎的味道，很柔软又不失嚼劲的口感。因为我加了柠檬汁，就吃10块都不会腻。但是我还是想说一句，如果是后切的就好了。接下来是什么东西飘过去了？又是我们的老朋友横膈膜肉，脂肪不多，但是肉又是最嫩的一个部位，而且他们家是后切，肉的汁水里面混合着油脂，绵软的口感，里面的肉香和奶香都特别足，它就是完全不需要调料我都可以吃一盘的那种。我真的很想给你们听它在嘴里嚼的时候发出那个水嫩的声音。这片肉特别薄，它就是每面只烤5秒就被夹到碗里了。它这个肉的大小刚好和那个碗的底部是一样的。它碗里面那个酱是那种柚子甜酱，清新的酸味非常的解腻，它其实吃起来更像横膈膜肉，一点都不像屁股上面的肉，它像是肚子上面的肉。喝一口牛脸肉煮的白汤，奶白奶白的，很像鸡汤拉面里面的那个味儿。要是有面就好了。然后下面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，前面那些肉都是铺垫，牛菲力、鹅肝、黑松露，它里面的每一个食材都不便宜。看着鹅肝在烤盘上流油，在逐渐变得焦褐的过程，不知道为何有一种莫名的治愈感，再加上主厨的精心摆盘，我只想说，它就是个艺术品哦。这个三明治一进嘴，它就是今年之最。牙齿咬穿它之后的第一感觉，先是黑松露黄油的味道，第二个碰到你舌头的东西是鹅肝的脂肪，就是那种超高热量带来的愉悦感。那个鹅肝的口感特别的绵密丝滑，菲力的肉质又是那种紧实滑嫩的感觉，再加上外面烤的有点稍稍脆的吐司，那种层次分明的口感会让你觉得特别的高级。我第一次有不舍得一口吃完的感觉，吃到最后一口还能看到菲力中间粉嫩的肉，它底下的那个黑色酱汁莫名有一种可口可乐的味道。它这一块真的是味觉新体验，很想再来一份，但是太贵了。但我们还有很多别的菜，接下来是和牛寿喜烧，他家用的是牛的前胸肉，戳爆蛋黄，裹着米饭，它设计成刚好是1口的量，相较于刚才那种入口即化的肉，这一块就是比较有肉的实感。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裹蛋液，还是那么的好吃。接下来就是牛内脏了，拼盘里面是牛心和胃，还有大动脉。其实我最喜欢的是牛心，因为我觉得大动脉还是煮火锅最好吃，牛胃就是特别脆，但是你很难把它全部嚼烂。不过你把它当成肉味口香糖还是很带感的。牛心就是紧实且 Q 弹，超高的胆固醇加上蒜香的调味，2个字形容合适。最后的主食是热气腾腾的黑松露牛肉鸡蛋拌饭，它把那个黑松露一剁碎之后，那个味道就扑鼻而来。这碗饭端起来的感觉就是料特别多，他们家的黑松露跟不要钱一样，入口就是浓烈的汽油味。它的鸡蛋是那种半液体的滑蛋，让米饭吃起来更嫩了。这个就是有钱人吃的蛋炒饭。甜品就是鸡蛋布丁，因为它特别浓密，所以吃起来很像冰淇淋，奶甜奶甜的，就是特别腻人。总的来说，这家店配得上它的名气，因为它味道真的很好，所以性价比其实还 OK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我一直以为牛骨只有在四川才有，然后今天惊奇的发现，原来意大利人并不只会做披萨。意式快餐可真好吃，果然梦华录里面说的是对的，东京不只是富贵迷人眼，还有这种热量的诱惑啊。虽然它里面说的是河南那个东京，我今天本来是在下北泽逛街，但我隔着玻璃都能看到师傅拿着披萨往火炉里面送。咱们就是说不吃还是人，没不吃也可以。すみません、3名で予約はないです。他们家是今年新开的店，没用几天就成了下北泽的人气店。看着他们家的菜单，竟然有一丝感动。他们家的菜单看上去都好有食欲啊！他们家是做牛棒骨和披萨的意式居酒屋啊，身在草原心在汉，想念四川棒棒骨的第845天。而且他家是在你面前做披萨，我还是第一次目睹披萨从无到有的过程，它原来是这样摊开的呀。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菜啊，像是用披萨的边角料做的磨牙棒，非常脆，有点拇指饼干那个意思。第二个菜是牛舌沙拉，哇，好难吃啊！这也是可以说的吗？我发现我真的没有吃沙拉的命。你们说牛也要吃草，但为什么我吃了牛就不能算我吃了草呢？不管，活到150。接下来是一碗巨香的菜，橄榄油炖的口蘑加香肠和鸡胗，旁边还配了一个小面包，肉眼可见的热量。先吃一口鸡胗，入口就是油，满满的橄榄香味，它已经渗透到鸡胗的每一个细胞里，感觉像是先用橄榄煮过再煎，保留着嚼头，然后口蘑加香肠，这一口吃到了橄榄里面煎的蒜末。果然一餐是最接近中国人口味的欧洲料理。再拿着面包蘸一下橄榄油，再搭配着香肠，它这个面包还有点韧劲，蘸着肉香和油香结合的汤汁，就是说太开胃了。我让你想喷一点这个奶油在嘴巴里。然后就是这个了，牛髓芝士土豆泥，服务员会帮你把牛髓刮到芝士泥上面，它那个牛髓的骚味特重，巨香。牛髓本来就有股奶香味，再加上芝士特带的那个奶香，它整个这盘菜就非常扑鼻。如果你喜欢那种牛奶的香味，就这个菜甚至很下饭。这个得再加一份。下一个是香煎鸡腿肉排，就是在切开鸡肉的时候，还是能感受到它煎得很嫩，整块看上去都油光发亮。一入口先是清新的迷迭香的味道，鸡肉的汁水确实很多，还有那种鸡皮煎的软脆的口感，再配了一口彩椒，它跟日式鸡排完全不一样。鸡排吃出了牛排的感觉，就是一点也不油腻然后是重点，在我们面前刚烤好的玉米披萨，你们知道烤包谷的那个味道吗？就是它自带一股有味道的风，然后因为它是薄饼披萨，就不会拉丝，有点遗憾，但它真的很好吃，有一种奶油玉米浓汤的味道，润物细无声的奶甜，但是吃起来又会有一种美式披萨的厚实感。吃披萨可以最大程度的满足你。然后下一个菜，这个大骨头端上来的时候，什么呀？我一个疑问，这东西要怎么吃啊？
服务员说这个是他们家的限定菜，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。它虽然很大，但它整个感觉烤的还是很软烂，拿叉子轻轻一扯就撕开了，凑近还能闻到表面的焦香，还有淋在上面橄榄油的香味。拎起来的时候，肥肉的油都在往下滴，骨头的肉是剔下来的，做成了卷卷肉烤的，肥肉的部分特多，甚至有点像在吃肥肠，而且它又撒了孜然，就像孜然肥肠一样。切开之后里面还是粉嫩的，哇，还是挺鲜嫩多汁的，甚至里面还有脆骨，嘎吱嘎吱的，太顶了。尝试了配了刚才的土豆泥吃，肉和蔬菜都有了，又可以活到150了。教练就是意外的好吃，我们现在加点菜。万万没想到，意大利人也吃生肉啊，不过是生的马肉，不难吃，但是也不怎么好吃，就是不如和牛。更像包子馅了。马肉有一种淡淡的草香，肉还是很嫩的，就是我不喜欢吃菜啊。分了吧。今天吃了猪牛鸡，最后再点一个羊，油炸羊肉球，看起来像可乐饼又像狮子头，下面是一层芝士土豆泥，羊肉末的膻味是最重的，而且它里面的肉打得很细，搭配着土豆泥还是挺过瘾的。他们家就非常的适合年轻人来，巨便宜，而且特过瘾。那个玉米披萨我是真的爱了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哇，好高，卡玩意儿。